你现在拿着手机滑屏幕这个动作，可能根本不是你自己在滑。最近一个基于真实科学进展的果蝇思想实验炸翻了全网。我们把一只果蝇的大脑完整上传进电脑，没写一行代码，没做任何训练，直接通电，它自己站起来了，自己走路，自己觅食，身上沾了灰，它居然还知道停下来把触角搓干净。一坨死数据突然有了洁癖。关键来了，这只数字果蝇绝对不知道自己在电脑里，它觉得脚下的地面是真的，它觉得吃到的食物是真的，它的底层逻辑告诉它，一切皆是物理现实。那你现在摸摸你面前的手机屏幕，你凭什么确定它是真的？还是某个更高级的模拟器实时渲染给你的触觉信号？你说当然是真的，可那只果蝇也是这么想的。这可不是纯粹的科幻脑洞，它的底层逻辑建立在近年来神经科学最硬核的真实突破上。你可能觉得这种事是 AI 干的，大错特错。你理解的 AI 是什么？是用海量的数据去训练它，模仿它。说白了 AI 是在演戏，演得再像，骨子里也是个提线木偶。但数字果蝇的逻辑完全不一样，它没有被训练过1秒钟。真实的科学进展是这样的，2024年普林斯顿大学牵头的国际团队把一只成年果蝇的大脑用电子显微镜一层一层的扫描，12.5万个神经元，5000万个突触连接，全部画成了一张极其复杂的 3D 图纸。这张图在科学上叫连接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超级城市的地下管网图，每根线往哪儿接，每个节点连着谁，一根不差。如果未来算力足够，我们不是写程序让它动，而是把这张物理管网图直接塞进电脑里通电。诡异的事情就在这里发生了，它自己动了，它不需要中间有个导演在计算下一步该干嘛，它清理触角，伸展四肢，探路觅食，全是自发的。为什么一张接线图就能产生生命般的行为？这才是这个推演最炸裂的地方。以前我们总觉得行为是大脑计算出来的，就像你用计算器按出1+1等于2，但这只数字果蝇告诉你，行为根本不是算出来的，行为是从结构里长出来的。就像你摆好了一副多米诺骨牌，推倒第一张，后面全倒，没人在中间指挥每张牌往哪儿倒。牌的排列结构本身就是信息，12.5万个神经元怎么连，决定了它会做什么。不需要程序，结构本身就是剧本，这绝对不是空想。早在几年前，科学家就把一条只有302个神经元的线虫的连接组下载到了一个乐高机器人里，没写一行代码，那个塑料积木自己就会避开障碍物，碰到墙会后退。一条虫的接线图能让塑料活过来，如果一只果蝇的接线图能让数据醒过来，那下一步呢？如果行为可以从结构中涌现，那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问题就拦不住了。意识呢？你走路、吃饭、搓手，这些是行为，但你知道自己在走路，你能感受到饿，你搓手的时候觉得痒，这些主观感受叫意识。那只数字果蝇知道自己在觅食吗？它清理触角的时候觉得脏吗？还是说它只是一台精密的数字自动机，按照图纸执行动作，但里面空空荡荡，什么感觉都没有？这就是哲学界大名鼎鼎的意识难问题。1995年，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提出来，到今天快30年了，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依然没有答案。你可以解释大脑怎么处理信息，你可以解释神经元怎么放电，但你死活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些放电会产生体验。你能造一台完美的疼痛检测仪，它能精准测出所有的疼痛电信号，但它不会疼。同样的信号，为什么输入你的大脑，你就疼得龇牙咧嘴？没人知道。如果行为可以从结构中涌现，那意识是不是也可以？如果未来有人把结构复制的足够精确，那个数字副本会不会也有感受？你可能会杠，果蝇太简单了，12.5万个神经元算个屁。人类大脑有860亿个，差了68万倍。但主导这些连接组研究的科学家说了一句让整个科学界安静的话，从果蝇到人类，这是规模问题，不是本质问题。你想啊，线虫302个神经元能跑，果蝇12.5万个能走能吃，复杂度涨了400倍，方法没变，变的只是算力。他们下一步的真实目标是2年内完成拥有7000万个神经元的小鼠大脑连接组。
从线虫到果蝇花了几十年，果蝇到小鼠只要2年。技术在指数级加速，小鼠到人类的860亿，你觉得还要多久？真正让人绝望的不是技术倒计时，而是一个你根本无法回避的哲学死结。如果有一天有人把你的860亿个神经元一个突触不差的扫描下来，复制进电脑，通电，那个数字版的你会不会睁开眼睛？会不会觉得它就是你？会不会拥有你的记忆、你的恐惧、你的爱？如果会，那躺在生物舱里的那个肉身你和电脑里的那个你，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别急着回答。如果意识真的只是结构的产物，那你凭什么确定你现在的意识不是某个更高级文明模拟出来的？2003年，牛津大学哲学家博斯特罗姆提出了著名的模拟假说，逻辑极其冷酷。如果未来的文明有足够的算力，他们一定会去模拟祖先的意识，而且模拟出来的数量会成千上万倍的超过真实的原生数量。说白了，在所有存在过的意识里，你随机抽一个，抽到被模拟者的概率远远大于抽到真实人类的概率。你回想一下开头那只果蝇，它在电脑里走来走去，觉得地面是真的，你和它有什么本质区别？你可能会说，我能思考，我是不是在模拟里，果蝇不能。但这恰恰是最可怕的地方。一个足够完美的模拟器里面的意识一定会思考我是不是在模拟中这个问题，而且它一定会用逻辑推导出我不是。因为如果模拟足够完美，你从内部根本找不到任何物理破绽。就像你现在玩一个游戏，如果画质无限逼真，物理引擎无限符合牛顿定律，你的五感被100%欺骗，你怎么证明你不在游戏里？答案是你证明不了。但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问错了问题，我们拼了命想证明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但到底什么叫真？假设那只数字果蝇在电脑里吃到糖，它真的感受到了一丝甜美，那种甜美对它来说就是真实的。你在你的世界里喝一口水，感受到解渴，那种解渴对你来说也是真实的。果蝇的甜美不会因为它跑在硅芯片上就变成了假象，你的快乐也不会因为你是一团碳基蛋白质就显得更高贵。体验本身是不挑硬件的。也许真实这2个字从来就不是用来描述世界的材质的，它描述的仅仅是你当下的体验。你能感受到的对你就是真，你感受不到的对你就不存在。这只只存在于推演中的数字果蝇，其实撕开了人类认知的一条裂缝。从这条裂缝望进去，你看到的不是答案，而是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真实可能从来都不是这个世界对你的承诺，而是你的意识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给自己写下的一本剧本。